为什么要学习自由潜水啊？学习自由潜水有哪一些好处？你又能做什么？大家好，我是许涛，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海豚与兔子。我是海豚，你就是那只小兔子。大家这几年有没有发现，国内对潜水的热情是日渐增长啊？水肺潜水和自由潜水各地都能看到，而且有很多经常常年去国外玩各种潜点打卡的啊。自由潜水在国内现在也算是异军突起啊，有很多地方呢都有室内的场馆了，而且并且有各地都有很多美人鱼的课程。有没有注意到这项运动呢？在国内也就慢慢的流行起来了啊。为什么这项运动这么受大家的欢迎？你有没有想过，全世界的海洋占了地球面积的70%。那么我们生活在陆地上，我们天天看到的陆地上的东西，那么海里面的东西，你真正就看到了有多少？你又体验了多少呢？那么你这一辈子如果不去海里面看一看，不去自由潜，跟海里的生物一同共舞，那你不觉得你会缺点什么吗？经常去咱们亚洲这些比较流行的国家啊，比如说是新马泰这些地区啊，我当年也去过，就是马来西亚那帮的那个士巴丹啊，去潜水热带这些地方。而且我还去过，就是新西兰以北有一个热带的地方叫做纽埃，这些地方都是可以看到海里的巨物的，比如说就是这种大型的鱼，还有这种你去的季节对的话，还能看到鲸鱼，甚至跟鲸鱼一起游泳，还有这种大的各式各类的鲨鱼哦，这种场面是非常震撼的。很多地方它是不允许你水肺下去的，因为那个气泡它会打扰到这些鱼珍贵的这种品种它们的这个休息的环境啊，所以都是静静的自由潜，要么趴在水面，要么你静静的一口气下去。所以呢，你什么也不带下去，什么也不带走，你只是去看它，去拍照片，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体验，而且非常安静的一种享受啊。那么如果你闭气，比如说你动态情况下非常舒服的是1分钟，那么在这1分钟之内，那么这个世界整个就是你的。还有学习自由潜以后啊，一个非常有用的好处，也是非常安全的技能，就是你会学习到人体为什么潜水的时候能憋气那么长时间，怎么把心率降下来。那么潜水的时候如何避免肺部的挤压伤，而且同时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导致你在潜水区突然就晕掉，英文就叫 blackout 啊，很简称的这个就叫做 BO 啊。这种情况你了解了以后，你就明白怎么样去安全的去享受这个运动。那么当你周围的人他在不停的超呼吸，就是然后想憋的气更时间长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做是错误的，而且怎么样的情况下你会告诉你跟你一起去玩的小伙伴要注意什么，怎么样的情况下你知道他马上要出事了，能去救他，能去救援他，这些都是你在学了自由潜水以后你就明白了，懂得多学得多，明白这些知识，你就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啊。如果出了事儿，怎么样把它救起来啊？这个人如果溺水以后，在这接下来的这几十秒里面是关键，他其实是可以救回来的，但是如果过了这个窗口的话，那就神仙都没有办法了。所以说这个是安全角度来讲，你学自由潜水，你去享受这项运动，你也是非常非常安全的。还有就是在国外啊，它非常流行的一种方式就是渔猎，也就是 spear fishing。因为有很多这些岛国地方呢，大家这个生活的环境周围就都是海，其中一项非常流行的运动就是去用鱼枪去打鱼啊。打了鱼以后呢，大家一般就是上岸呢，把它做成美味的菜肴，吃掉它，或者拿回家跟家人跟朋友分享。这个不是商业捕捞，这个是纯粹的娱乐性的，就跟钓鱼一样。然后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生活方式。我在新西兰嘛，我周围很多老外，他们都是这样。他们比如说有船啊，或者自己出去啊，然后打鱼上来，这样子当时就做，非常新鲜。然后玩了一天，在海里面非常开心的情况下呢，然后呢你又抓到了你比较喜欢的，对吧？那条鱼那个物种的东西，然后呢吃起来呢跟朋友一起分享，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经历啊。这一天呢，你跟这个朋友也是非常愉快的。再往下就是玩美人鱼的，或者说是在海里面看巨物的，或者是跟朋友去外面玩的，你必定想拍一些水下照片，对不对？发朋友圈，这些照片可以留念，这些水下的这些照片是非常精美，是非常难得的，可以锁定你的人生的高光时刻，对不对？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水下照片的滤镜包啊。如果你拍了水下的照片，用 RAW 格式的，用我的这个滤镜包，一键可以帮你还原这个水下精美的色彩，再加上微调，就可以达到你非常想要的那种有艺术感的水下照片了。
在新西兰经常会动船，然后呢，跟当地的俱乐部或者我自己出去，跟朋友出去啊。当你懂得这个技能以后，你就明白在船上如果落了水你怎么办，你不至于惊慌，浪过来了你也能闭住气。那么如果你经常自由潜的话，你在船上这些自由潜的装备十一都是常年备的，那么这一点就非常好。就是如果船有问题，或者说触礁了，或者是别人把你撞了，或者是落水了，你是有装备，你拉着装备在海里面，如果能穿上，那么你获救的几率大大增加了。你懂这一些，你就懂得怎么样去保证你的体温，没有必要做无谓的这个去挣扎，导致溺水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这一切你明白了以后，你享受海洋和跟水有关系的运动，你所有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等级就明显的就增加了。所以说这个是非常推荐你们去学的一项运动啊。它的危险系数比较高，容错率低，但是你懂了以后可以很大程度降低这个风险，对不对？再加上应该有的潜伴系统，那么即便出了事，你旁边应该是有一个跟你同级别的人能救你的，没错吧？最后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抓海鲜野营啊，这几年比较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带上我的小船，然后呢登岛，然后渔猎打到海里的东西，直接在岸上呢做烧烤，然后呢有条件的话住上一晚上，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些东西我学了很多年啊，自由潜啊、水费啊，还有这个船长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知识啊，我确实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和时间去学这些东西，所以我才能去做这些东西。我就希望今年有机会把，尤其是像自由潜这些装备呀、技能呀，以及外面出去玩的这些经历呢，跟大家一一分享。希望你们也能够尽快的加入到这个自由潜大军里面啊！希望大家呢以后对自由潜有更加浓厚的兴趣啊！然后呢，点赞、收藏、转发，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